送餐的倒是够快的，进来吧。嘉盛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听说赵叔常年在理查饭店组织牌局，就想过来玩几手，没想到打扰赵叔休息了。哈哈，还真是不巧啊！今天牌局散得有点早，这样，我换身衣服，咱们爷俩去楼下酒吧喝2杯。不用麻烦了，既然打不了牌，那我们就随便聊聊吧。进来。哎，干什么？哎，晃！我爹生病的这段日子，我一直都在管公司的事情，家里的事多亏赵叔照顾了。看起来赵叔对太太尤其关怀，难怪太太最近容光焕发，看起来年轻了好几岁呢。嘉盛，这件事情是我做的不对，淑君和我也是一时冲动犯下了错，可这件事情没有必要闹出去，伤了荣家的脸面。确实，我爹是一个爱面子的人，现在身体不好，小弟又走了，伤心都来不及。要是知道太太的事，怕是更加承受不住。为了荣家着想，这事必须捂严实了。荣家上，你这个丧尽天良的狗东西，不愧是你爹的种！你先是害死了我的心儿，又拘禁了老爷，现在又想威胁我！你这个畜生！你这个畜生！妇人之见。嘉盛，冷静，有什么事情，我们慢慢聊。赵叔，我爹已经都和我说了，他叫秦水根，为了贪图他的结拜兄弟荣定坤的一张彩票，秦水根杀了荣定坤。终究只是保不住活呀。那个荣家的女孩子没有死，她回来了。原来如此，她是谁呀？不会是你的家庭教师冯小姐吧？你就是那个赶车的汉子吧？世珍对你有一点印象，你骗他娘去见我爹，然后和我爹一起砍杀了他们母子。果真是他。坤哥跟我说过，第一次见他就浑身冒冷汗。坤哥从来没有怕过任何一个女人，唯独见了冯小姐，让他大吃一惊。他是来复仇的吗？我爹一直都很怕吧，所以一时买不下文春里，就不惜放火烧。因为文春里一旦被别人买去，老楼里真荣定坤的尸体就会被别人发现。我其实是不赞同他放火的，那样反而会弄巧成拙。荣定坤是你爹亲手杀的，我只是负责藏尸而已。那也是你爹第一次杀人，从那以后心里一直犯膈应，生了心病。你是想说我爹兢兢业业很不容易吗？哪怕他带着病，把荣家的人都杀个精光。书记，你现在都知道了，比起荣家的事，大哥和孟家小姐勾搭，骗了金麒麟的事，已经不值一提了。可是加上你要知道，若不是你爹心狠手辣，荣家早就已经倒了。你现在能做个光鲜体面的大少爷，而不是哪个商会的小职员，或是哪家店铺的小学徒，这都要拜你爹无耻所赐。沾满污血的袍子再华丽，又有谁会穿在身上？那又如何？
他毕竟是你亲爹，割肉放血也改变不了。你这辈子都背负着你爹的罪，所以，与其清算他，倒不如想想怎么收拾你这个烂摊子。我爹的罪由我兜着，那赵叔的呢？赵叔，要是那些叔伯们知道荣家这些年折损的货都被你私下给转卖了，他们会怎么想？闲言碎语的话也要相信吧。我既然能在这里和你当面对质，就不会没有证据。自从我进公司以后，我就发现南边的有线和物线折损率很不正常。我爹是信任你，认为这是局势不稳定造成的，可我一早就在查你了，人证物证我这里都有。要是我爹和那些叔伯们知道的话，你觉得他们会怎么说？你认为我是唯一一个这样做的人吗？当然不是了。赵叔这些年和叔伯们争权夺利，很辛苦吧？算不上什么，你还年轻，斗不过他们。我倒是可以给你一个好的建议。说说吧。把这块生意给我做。你说什么？你要贪了我们荣家这么大块生意啊？啊！家上压不住的。大家面上现在是相安无事，可私下早就已经按耐不住了。与其等这些老家伙背叛，不如让给我，由我来管。赵家和荣家合伙，我做事，你们只管每年拿红利就是。呸！那是我们荣家的生意，凭什么让你白拿？你做梦！赵华安，我真是瞎了眼了！你跟荣定坤一丘之貉，你们都不是东西，混蛋！我这也是为了你们好。如君，这些老家伙面上对你客气，可个个都是血债缠身的人，他们如果狠下来，也是能灭你们荣家满门的。秦家，准确的来说，是秦家。荣家已经被灭了满门，只余世珍一个。赵叔的想法，我能够理解。既然不在其位，自然不想其利。想必你也知道，我对荣家暗处的产业深恶痛绝。如果你